与官家失了和气。孙堂主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少主到。参见少主。这就是3年前血洗清水帮的银玉楼少主吗？从没露过面呢。阿强，他是银玉楼少主。是你杀的杨采薇。是我。是你杀的杨采薇。是我。陈香主这几个手下，一个比一个贪生怕死，你竟这般有骨气的出来硬扛，看来是被人拿捏了短处。那你可就得想清楚了，到底是得罪了他们危险，还是得罪我更危险？少主手下留情，听我解释。原来是你啊！这百花宫何时开始帮县衙做事了？少主，这也不能怪我呀。前几次宗法大会，你都没有出面，只是派人传话，说要对付潘大人，让我们不要插手。可潘大人毕竟天下闻名，又有郡主做靠山，我担心少主年轻气盛，要真把事情闹大了，恐怕我们4大宗族在河阳的根基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我想牺牲一个叛徒的下人，去换得争端平息，大家和平相处。少主，你不会怨我吧？没想到公主这般为我考虑，那我自然还是要谢谢您老人家了。少主客气。4大宗族同气连枝，你我之间的事，回去再说。而现在我正好有点私事，要与潘大人详谈。糟了，阿强定是认为我被潘越杀了，怎么办？没想到，你就是银雨楼的少宗主啊！怎么，和潘大人想的不太一样？貌若寒冰，应是狼顾。卓少主还真是有一双杀人如麻的眼睛啊！潘大人说笑了，在下是读书人，以打打杀杀为业，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。不过，杨采薇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发誓报恩，她却因你枉死。今日无论如何，潘大人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所以你在生死方示警，是想等到今天亲自动手？当然，不亲手杀你，又怎能消我同是挚友之恨？你这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，你少在这撒泼！你别以为你什么都知道，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是敢冤枉好人，滥杀无辜，你那死去的朋友，他从地底下，他爬都会爬出来找你算账。上官芝，你先别说话。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小混混，再不给你包扎你就死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
你这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！我杨姐姐对我可好了，兰花节就是她找我打的，上官小姐来找我买首饰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呗。阿江又发什么疯啊？你到底认没认出我啊？上官小姐，果真是胆色过人，方才的一番直言，振聋发聩。刚才确实是在下鲁莽了。不过，上官小姐，你说在下冤枉好人，难道是已经知道这幕后真凶是谁了吗？没错，那日去生死坊，我跟潘大人就是去抓凶手的，秘而不宣，那是因为怕打草惊蛇。就算你不信潘大人，你也得信我吧？上官小姐的话，我自然是信的。少主，上官者和潘越是一伙的，他的话不能信。我说了，我信他。既然凶手已死，我与潘大人的7日之约就算了了。不过大人可要记得，你还欠我一件。不是走了？哎呀，搭这么大个台子，一点响都没有，没意思。我刚才那么一闹，他定然又会嫌我多事，说不定还会以此为借口赶我出县衙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，先发制人。上官芷，大人，我觉得我作为县衙的一员，自当挺身。大人你别客气。县衙有难，大人遭垢，我要是袖手旁观的话，那岂不是辜负了大人当初愿意让我进县衙的好意？刘捕快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，上官小姐，您今天是虎胆雄威啊！为了咱们大人的颜面，也为了县衙上下的安危和尊严，我们必须得舍命一搏啊！上官小姐临危不惧，救县衙于水火呀，简直是一女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哎呀，令我等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！我当时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邪不压正嘛！你别看他银玉楼他狂还能狂得出咱们上官小姐和潘大人的手掌心吗？是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如此说来，我还应该谢谢您了，是吗？我是大人的属下，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情。你还清楚自己的身份啊？是谁让你当众在公堂之上说出凶手之事？又是谁让你当众与那卓兰江发生冲突的？想要留在县衙，就该弄清楚自己的身份。若你再这么自作主张，以身涉险，我马上让阿泽把你丢回上官府。意思是他不计较了。多谢大人。派人盯着他。大人这是担心上官小姐的安危？公然顶撞银玉楼少主，他若出事，我如何与上官兰交代？哦，李胖，李胖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还不开饭啊？嘿，这李胖，李胖，干什么呢？李胖，你饿死不成啊？哎呦，我去好了！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出去看一下，去看，走。啊，
这定是卷了采买的银子跑了呀！哎呀，我就随便说一说，他还真跑了。那关键咱们中午吃什么呀？对呀，哎呀，对呀，饿着我们不要紧，饿着上官小姐事儿可就大了呀。是的，我饿一顿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，小姐？我自己的小姐，我自己来照顾。哎，我让谁？我可以。不是，陈三儿，看着比那李胖做的强多了。这看起来是不错，这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感觉。哎，那你替大家尝尝。我来试试。还有你看姑娘，你给人做熟不下凡啊！是啊，我尝尝。那个，拿我的酒过来。小姐，好歹我们今天也扬眉吐气一回，以后啊，每年的今天，今天多少号来着4日初六。对，以后每年的今天4月初6，我都得好好的喝一杯。没错，喝一杯。对呀，今日是初6，跟阿江约好每月一醉的日子。他既已经认出了我，会不会去酒馆等我？周少主，这个是10年陈酿的黄蜂，您慢用。不必了。少主，这是小店最好的酒了。我以前喝什么，现在还喝什么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叫我少主，就当做不认识我。是。回来，酒拿走。这河阳虽说热闹，但平常能闲聊喝酒的，也就只有你和另外一个朋友。我与你不同，我只有你一个。在理。怎么在理了？说来听听。我分析给你听啊。你呢，可能是来自穷乡僻壤的穷小子。哦，不对，也有可能是寒门庶子，读了几年书就想出来闯荡江湖，可惜呢一事无成。你身无所长，但听说河阳遍地都是机会，你就想来这里闯出个名堂。但可惜啊，这河阳跟你想的不一样，这里是一个罪恶之城，这里的一切呢都由4大宗族把持着，你没有门路，没有人脉，就更难混出头了。混到现在一无所有，但是呢，有债主，有仇家，每天躲躲藏藏被人追杀，所以你到现在啊，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。嘘，你小点声，被人发现我是义庄的收尸人，这顿酒咱们就喝不清净了。我分析的怎么样？对不对？算对吧？这江湖险恶，我确实无人可依。你既然无人可依，为什么还要在这厮混啊？这不是还有你吗？每个月可以陪我一醉的好朋友。好朋友。少主，少主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何事？
这帮老狐狸，今日这热闹没能如他们的愿，又要喋喋不休了。少主，行了，我又没说不去。小二，哎，这壶酒留着，一会儿自有人来喝。公子，这壶酒凉了，我给您换壶热的吧。他说过，酒凉沁人心，就这么放着吧。知我者，莫过阿江也。少主，姐姐，卓少主人已经到了。各位前辈，什么事情非得让我来啊？这白天还没见够。你白天不是说了吗？自己家的事儿回头论。所以啊，我们想问问，你对潘越的指控也不了了之了，你这打的什么算盘呀？顾堂主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怎么能算是不了了之呢？今天案子不都说清楚了吗？不妨问问我们的蔡方主。这前几日潘越大闹生死坊，竟能全身而退。你准备如何？只要潘越不找我麻烦，我生死坊便不再与他为敌。去！那你生死坊不开生死赌局了？你传出去怎么好意思说四大宗族之一？我生死坊有我生死坊的规矩，赌客来我生死坊为他的人生翻盘，我生死坊就给他这个公平的机会。人家赢了，我们就认，这就是规矩。哼，你以为我们生死坊像你们积善堂吗？只要银子给够了，连自己的亲娘都可以杀。哎，咱先不内讧啊，互惠互利，对不对？我还跟你们说啊，要照潘越这么治理河阳，咱们都得完蛋，你们信不信？顾堂主，你别急，明日起我便去守着县衙。若是这潘越做出对我们四大宗族不利之事，我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你去守县衙去？今日在大堂上，我见少主与那位上官姑娘眉来眼去，恐怕卓少主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吧？正是。青帝，你与这潘越那么近，看来这难过美人关之人，非我一个。那潘越虽然姿色诱人，我却不是吃里扒外之人。今日所做种种，都是为了咱们四家着想，误会一场，卓少主不要往心里去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信了。不会是欺我年少，编话诓我吧？不敢。行了，我回去睡觉了，各位自便吧。哎，怎么这就走了呢？切！
杀手在临死前还要试探我究竟知道多少，应当是4大宗族其中一家的亲信无疑。公子，蔡生没有嫌疑吗？蔡生若是为了阻止我查案，根本没有必要闹出那么大的声势，更不会守约任务离开。看那杀手的反应，也应当不是银玉楼，但尚不能完全排除。青帝亦敌亦友，动机叵测，只有季善堂没有打过交道了。阿泽，你派人去盯一下，看看季善堂最近有什么动静。是。等等，上官芷怎么样？他，昨日一个人出去喝酒了，一路上都很安全，没什么异常。去吧。是。这令牌上的6到底是何意？水波纹组织在河阳经营已有10年，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，不妨去当房看看。大人，你还真是执着。彼此彼此。大人，您先请。的中秋月饼是嫦娥仙子亲手做的，吃了就能飞到天上去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万一你飞走了，我怎么办？傻子，我肯定也会带着你一起呀。怎么没感觉呀？皇上驾到！快跑！阿九，有刺客，保护皇上！嘘。玉儿，玉饼是我偷吃的，皇上要砍你就砍我的头。不是潘越，一人做一人当，玉饼是我吃的，皇上要砍就砍我的头。侄子年幼无知，请皇上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青梅竹马，天地良缘，何罪之有啊？朕便赐婚你二人，结潘阳之好，定三生之盟。谢皇上。
没想到，河阳积压了这么多悬案，这些卷宗的背后，不知有多少含冤受屈的百姓。正义不伸，公道难明，百姓如生在长夜，似釜底有余。待查清水波纹一事，待抓获幕后真凶，定要还好人一个公道，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。杨采薇，杨采薇，杨采薇，少主，少主，打听到了，杨姑娘她死了。杨采薇为何会变成上官芷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阿福，少主，有何吩咐？去帮我准备一些东西，金100两，银500两，锦缎100表里，绢40匹。对了，多准备几盒丽香膏。少主，你准备这些做什么？我要确保一人永远无法再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灯会案。大人，问你一事，河阳有一至今未破的悬案——灯会杀人案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，当时此案闹得沸沸扬扬，正是属下经手调查。我看卷宗上记载，在凶案现场有发现一块令牌，那令牌如今何在？那块令牌被人偷了。偷了？啊！当时属下只是负责此案的小捕快，捕快头叫孙芳，因为看守政务不力被革职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孙芳，他如今何在？他离开县衙以后就没有联系了。把他找来，有话要问他。是。等等，此事低调，切莫声张。明白。他们是阴雨楼的人，这怎么又跑到县衙了？不会又来找潘大人麻烦吧？找麻烦应该带家伙来呀，我怎么感觉他们是来送你示好的呀？
看那个，他又来这里做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少主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阿福，把桌子往外拖一下。是。就这样吧，阿福，你也先出去。好。潘大人，又见面了。卓少主，你这登门是不是也太轻了？今天又是唱的哪一出？你放心吧，今日我不是冲你来的，而是找他。啊，卓少主。昨日上官小姐临危不惧的身姿，令我见之不忘，思之如狂。别胡说！没胡说。那个，卓少主，咱们俩呢也就见了一面，你这样实在是太突然了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曲定终身，我对上官小姐亦是如此。啊？阿江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哎呀，卓少主想上演一出凤求凰，我本不该干扰，只是这里既是县衙，而上官芷又是衙内之人，他若是不愿意的话，恐怕我还是得命人请你出去。那个，倒也不必。那你是愿意了？啊。卓少主，我跟你呢虽然也是一见如故，但是我上官芷对感情比较喜欢那个，细水长流，咱们先做朋友，多了解了解，其他再说嘛。好，上官小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也是受宠若惊。上官小姐，你从京城而来，河阳很多好吃的，定是还没有尝过。这是我们河阳有名的栗香糕，你不妨先尝尝。那真是太好了，看了一晚上卷宗还没吃早饭呢。不会吧？我们名满天下的潘大人，竟会如此苛待下属？自是比不上卓少主笼络人心的手段啊。不过这里既是县衙，那自然有县衙的规矩，当然不是些寻常的江湖帮派可比的。谢了。潘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你，还有这个县衙，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是怕自己心爱之人在此受委屈，我去给你拿水。对了，卓少主前几日在公堂上说，杨采薇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他没和你说过？看来他对你还是有所保留。他既然答应嫁给我，那我们自是两心相悦。会不会是你对他来说无足轻重呢？这很难说吧。哼。唉，杨采薇啊，杨采薇，若是你泉下有知，能否指点我一二？你到底是恨他，还是信他？需不需要我为你出这一口恶气？那个，卓少主，我听说杨姑娘是一个追求真相的人，所以
我相信他一定很想知道幕后真凶是谁。有道理，那还请上官小姐给我指点一二，告诉我这幕后真凶该从何查起。查案之事乃是我县衙之务，就不劳银雨楼费心了。上官小姐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怎么看啊？既然上官小姐为难，那我便不问了。不过上官小姐有任何事情，只管吩咐，我卓兰江定当义不容辞。还有，我的一片真心，还望上官小姐能够再考虑考虑。我真不知道他今天来。你自己的私事嘛，你自己处理，只是莫要因私害公。还有，召集所有人，半个时辰之后在这里商议案情。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把它收了。啊，我收。还有半月，便是夏至。听说河阳以往都会在这一天举办灯会，万人空巷，蔚为壮观。不过，因为5年前的一桩悬案，这个灯会因此取消，殊为遗憾。今年是我来河阳的第1年，我打算彻查此案，给河阳的百姓一个交代。大人，前任县令对此案已有定论，乃是恶交杀人，这旧案再提，恐有不妥吧？哦，旧案不能重提，这是哪儿的规矩啊？这没有这个规矩，只是什么？刘捕快，你难道还想继续敷衍搪塞吗？哎呀，不敢！大人要查此案，小的一定肝脑涂地。上官芷，把卷宗记录跟大家详细的讲述一遍。河阳傍水而建，传说水里潜有恶蛟，因受伤没有化龙入海，恶蛟状如蛇，手如虎，长至数丈。看见岸边嬉戏或行舟之人，会将人拖至水边，吮其鲜血，血尽方止。故而每年夏至，河阳举办盛大灯会进行祭祀，祈祷恶蛟飞升化龙，不再危害河阳。灯会渐渐演变成老少尽欢的一个节日。然而，5年前，灯会上发生了一桩凶案，尸体于河边树林发现，经仵作验尸判断，是枪血窒息而死，伤口在天突穴，深2至3寸，就像被野兽的利齿所伤。但奇怪的是，伤口切面平整，且呈蓝紫色，而伤口周围却肤色苍白，没有一丝血痕。现场没有发现拖拽或者搏斗的痕迹，死者似乎没有任何抵抗。官府查了一番，没有结果。孰料第2年灯会，又死了一个人，死状与1年前的死者别无二致。此后流言四起，人们都说是恶蛟所为，他勾魂吸魄，让看中的猎物自行来到偏僻处，然后噬人鲜血，致人死亡。此事影响越来越大。第3年灯会，县令派出大量人手潜伏人群，试图抓捕凶手。本以为万无一失，可是当天却接连死了3个人。发现尸体的地方虽然偏僻，但距离热闹处不足10丈。灯会上的游人却没有听到任何的打斗喊叫之声，百姓们愈发觉得此事非人力所为。快走吧！别走，别谈了。从那之后，恶蛟嗜血的说法也就甚嚣尘上。去年开始灯会停办，案件的调查也不了了之。大人，这个事儿我能证明。当年在案发的时候，既没有明确的动机，也没有确凿的线索，
整个案件特别诡异，这确实不像。行了，我不相信所谓恶交杀人这种无稽之谈，如果有，那更好，扒了他的皮，做成灯会上最醒目的天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分头去查问死者的家人、证人，还有报关者，再查看卷宗有无遗漏的线索，然后回来汇报。是。那我先去询问灯会案第一个死者乔叔的2个女儿，上面说他们在银宇街卖冰饮。哎呀，你说说这，没法整。上官小姐，要去哪儿？我载你一程。阿江，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。我也没想到，还能听到“阿江”这2个字。今日你没有生气吧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以为你会怪我擅自上门打扰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上官只是有你银宇楼少主罩着嘛，让他们别欺负我，对吧？你懂就好。但是你以后别搞那么大阵仗了，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对我一见钟情呢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可愿意？啊？开个玩笑的。这种玩笑不能乱开的。对了，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官芷，她为了嫁给潘越，让巫医强行将我变成这样，却不想自己竟在婚礼上丧命。我为了找出幕后真凶，只能借用他的身份回到县衙。倒是你，怎么我3年前认识的小混混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银宇楼少主了？所以你愿不愿意跟银宇楼的少主做朋友呢？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，找我不是为了叙旧吧？为了他。所以我以后应该叫你阿江呢，还是卓少主啊？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还是阿江好一点吧。阿江挺好。对了，你还没说呢，你为什么瞒着我装了3年的小混混呢？我还这么年轻，还没有到回顾往昔的时候吧？快说。3年前，我爹被金水帮暗算，我从京城回到河阳，接掌银宇楼。那是我这一生最黑暗的时光。为了报效我父亲打下的基业，我逼着自己成为冷酷无情的少主。丧父之痛，无人可受，甚至连一滴泪也不能流。直到那次受伤，我遇见了你。虽然说你把我当作喜欢打架斗殴的小混混，但是你，只有你，愿意跟我做朋友。我今天背了37具尸体，我背我都直不起来了。回来的路上，还有一群小孩跟着我，一直用石头砸我。本来呢，我以为这些年我也习惯了，日子嘛，
总是喜乐少，辛苦多。这不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吗？可是有时候吧，还是堵得慌。都一样。我曾经以为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就应该锄强扶弱，纵横江湖。可是睁眼一看，除了阴谋算计，就只剩下你死我活。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啊？老天爷，你可真会玩啊！你说，我给他们的亲人入殓下葬，为什么他们还要辱我骂我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身边的人，除了怕我，就是算计我，还要杀我？去他的李老板、王掌柜，去他的银雨楼、金水帮！把我的爹娘还给我！把我的人生还给我！遇见你以后，我才重新开始笑。杨采薇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但是你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就不把你当朋友了？那你在酒馆遇见了我，为何不等我酒醒之后与我相认？难道在你心中我比不上那个小骗子？不是啊，你跟小生都是我朋友，只是因为那件事情它牵连重大，我不想把你们俩也卷进来。要不是找不到师傅，连小生我都不告诉他。我这条命就是你救的，为你再死一次，又有何妨？哎呦，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把死挂在嘴边，盼我点好行吗？也盼你自己点好啊。知道了。客官，里边请。大人，前年灯会案最后一名死者田华，就是此店的少东家。案发以后，我多次访查，绝无遗漏。是潘大人啊！哎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潘大人吗？还真是潘大人，可怎么看着有些憔悴啊？听说啊，卓少主为了上官小姐和潘大人大打出手，今日还去了衙门送了聘礼，恐怕已经抢走美人芳心了啊！那我们可要好好招待，若能让他重新光彩照人，我们店就出名了。也不知强叔的女儿在哪儿摆摊儿。放心，来了我的地盘，找个人还不容易。银雨街堂主赵乾，携手下弟兄，恭迎少主大驾，恭迎少主夫人大驾。不是我，我要真想给你准备惊喜的话，也不会准备这么俗套的场面吧？啊，那意思是他们擅自揣度少主的意思喽？别急，我来处理。招堂主是吗？哎，是。少主有何吩咐？我问你2个问题。哎，少主问便是。第一，上官小姐不喜欢被打扰，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吧？明白明白，爱戴在心，敬而远之。这第二，我来银雨街是来找人的，你把人全都给我清空了，请问我去哪里找？
少主放心，属下知道您是来找人的，属下已经安排好了，这就带您过去。回少主，阴雨街摆摊的小贩都在这儿了，我亲自派人抓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赵堂主，属下在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赵乡主了。少主，属下不知做错何事，请少主明示。还不赶紧松绑？是，赶紧放人。事已至此，解释清楚吧。那个大家别害怕，我们没有什么恶意，我们就是想找个人。你们这儿谁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啊？我就是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谁能回答，我就留下谁。大人请问，你们以前的少东家叫田华，对吧？他有什么仇家？死前又与谁结过什么恩怨？田少爷人可好了，哪来的什么仇家呀？对啊，他和气生财，从不跟别人结怨。可惜这么好一个人，竟然被恶蛟给咬死了。唉，真是一想起来就让人难过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大人可想好了要选哪一个？就你了。哦，原来潘大人是这种口味。点什么头啊？还有你。什么？躺下。这位是卓少主，这位是上官小姐，他们问你问题，好好回答。姐姐，她要吃了我。你别怕，她逗你玩呢啊。这是蜜饯，送给你吃。那个三姑娘，我们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，你父亲强叔之死，没有恶意，你莫要见怪。原来银雨楼大张旗鼓的关我们半日，只是为了方便上官小姐的问话。有什么尽快问，再迟，我的冰饮要化成水了。那个强叔遇害是5年前的事情了吧？5年前的灯会，卷宗里的记录我都看过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还能不能回想起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或者说，有没有可能的仇家？我们冬日取兵、存兵，夏日出来卖冰饮，每日睁眼闭眼都是生活琐事，从未与人结怨。那强叔呢？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，每年灯会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那会儿双双也才5岁，除了干活还要照看他，一切都再平常不过。可没成想，还是出了事儿，只留下一辆兵车和我们姐妹俩。想问一下，强叔的尸体葬在哪里？我想去看看。没有尸体。为什么？我爹下葬后没几天，他的坟墓附近出现了一些动物尸体，伤口跟我爹的一模一样。我把这事儿上报县衙，他们根本不理睬我。但后来几年都会接连死人，那些人的坟前无不如此。我们越来越害怕了，恶蛟伤人的事儿也越传越邪乎。于是，县令便派人将所有遇害的尸体都挖出来，扔进河中，
限期恶交。大人，力度可好？你叫什么？小翠。小翠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方才在隐瞒什么？没有啊，大人何出此言？你刚刚流泪是真情流露，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所以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擦泪方式来掩盖痛苦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与田华应该关系匪浅吧？他死了，你很难过，但又不敢让别人知道。我说的对吗？这里没有其他人，你可以放心告诉我。大人，我与田华确实私下相好，当初是他收容我，让我有了安身之所。故而一想起他，便悲从中来。可他平日为人，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和善，脾气很急，对人动辄打骂，整个华容殿的人都怕他。可他是少东家，大家又拿他没办法，所以他一死，大家都觉得是老天爷降下的报应，又怕调查牵连太广，引火烧身，所以才串通了撒谎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容光焕发了？去案发现场。啊？哦，好嘞。坟前怎么会出现同样死法的动物尸体？这事是越来越诡异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此事八成是有人捣鬼。我们这样查下去，收效甚微，不如我去找其他3家打探一下，看看他们是否知情。你这样打探有用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在河阳隐藏10多年，反而打草惊蛇。10多年？我爹娘的死，可能跟他们也有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这些人揪出来，还你一个公道。走吧，我们好久没去喝酒了，今日我请你。我还要回去复命呢。误不了事的，走了。姐姐。谁？小生，放开我！上官小姐，救我！这个小骗子说我是小混混，还忘恩负义，说杨采薇认识我，属于交友不慎。上官小姐，你告诉我，我该如何处置他？你，他吓唬你呢。我跟阿江已经相认了。哎，小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还不是这个小混混去鬼市逼问我跟你的关系，我担心你有麻烦，一直想要告诉你，但是没有机会啊。没想到他是银玉楼的少主，我怕你出事儿，所以跟过来看看。辛苦啦。哎，阿江刚刚说请客喝酒来着，你一起来吗？瞪什么瞪啊？我姐姐让我去的。走啊，姐姐。走。大人，这里就是第1起命案发生的地点，其他命案都在沿河附近，还有这儿。这里这么偏僻，现场也没有拖拽痕迹，死者为什么会自尽到这种地方？我们也都觉得特别怪异，若不是恶交闹妖，实在无法解释啊！快看，河里啊！
去救人，我去追那怪物。好。下手真狠，怪不得人家都说银雨楼的少主昨夜就开始引人血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你一定要小心他，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些传闻都是道听途说的。什么道听途说？我10年前就在鬼市做生意了，每天赚那点钱，我还要给他们银雨楼交月捐。哎，有一次就差了几个铜板。他们带人把我的摊子全都给掀了，东西全都给砸了。你说他作为少主，他不知道这事儿，我才不信，鬼信啊！反正那会儿我就开始发誓，但凡我以后要是见着他，我一定我去。你就如何？怎么，只敢在背后说人是非？当你面我也会这么说。我要教你做人，给你好好上一课。哇！喊什么喊？吓我一跳。喝酒吧。大人，这个是我们今日调查案情的汇总，请您过目。怎么少一个人？哦，上官小姐她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大人，那要不我们去找找？不必了，你们是县衙的胥吏，不是上官府的家丁。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潘大人不都跟上官小姐和好了吗？怎么又这样啊？老弟，不知道了吧？这叫避嫌。但毕竟卓少主已经对上官小姐表过钟情了，说不定啊，这会儿人已经被接到，被接到银雨楼做少夫人去了。哦。关于尸体的记载呢？上官，对不起，公子。到了银玉楼地界，卓兰江的手下便清空了所有街道。本来我还远远看着，但是入夜之后，上官小姐到了河边，便跟丢了。什么？方才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人，所以就赶紧回来禀报公子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大人，这是今晚在河边发现的。是鲛神所为。鲛神。马上送到停尸房，立刻验尸。
是。陈三，陈三，去呀！快去呀！是大人。刘不坏，对，召集其他人，马上把上官芷给我找回来。你去银雨街附近，阿泽去河边，我去银雨楼，分头行动。一有消息，立刻回报。是是。我慢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还列队欢迎我啊？潘大人，这么劳师动众，你该不会是怕我把他拐走不成？少主，你先回去吧，也不早了。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你们先回去。是。哎呀，走了，别看了，走走走走。你喝酒了？一点点，就一点点，也没耽误茶。你看，这个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，那个死者家人的笔录，你看看。小姐，看看啊，小姐啊，有卓少主做靠山，你在河阳自是畅通无阻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吃火药了？小姐，小姐，我听阿泽说啊，刚刚大人知道你跟卓少主一起出去之后，担心你有危险，派他暗中保护你，但阿泽没找到小姐，又听说河边出现了恶蛟，还咬死了人，大人急坏了，集结了所有人一起去找你，还准备亲自去银雨楼要人。当真啊？行动行动，一有消息立刻回报。公子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！刚长好的伤口又裂开，明日啊，我再给你多备些药。这个上官芷，只要碰上他就没好事。那也不能全怪上官小姐啊，她也是为了查案。你之前不是一直不喜欢他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帮他说话了？对呀，不知不觉当中，好像就对他讨厌不起来了，甚至还越看越顺眼，真是奇了怪了。一个人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有如此的改变吗？你们听说了吗？昨天河里又出现恶蛟了。当然，我都亲眼看见了。那恶蛟张着血盆大口咬人，牙齿一根有这么长，又尖又利，还真是吓人呐。听说还死了一个人呢。这今年灯会还没办，那个玩意儿怎么就来了呢？哎，你们不知道，县衙要重查灯会案，必定是此举惹恼了恶蛟，出来显神通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赶紧的吧，赶紧的吧。你看，这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死者家人的笔录。该不会是那个时候，大人你是不是后背的旧伤又犯了？不老费心。大人你要写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来代笔。不用了。上官芷，你。文书代笔，本就是我的职责。
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，河边又出事了？啊，不是，您还是亲自出去看看吧。跪请潘大人，莫要再查登辉案，触犯交神，天人共怨。潘大人，求你了！求潘大人了，不要再查了，潘大人，启禀大人，昨夜那具尸体已经查验完毕。如何？伤口和灯会案上的尸体毫无二致，定是恶诮所为。毫无二致。可我分明记得死者伤口血肉模糊，而灯会案的死者没有一丝血痕。这小的推断，会不会是交神爷爷之前没人看着就把血吸干了，但这次有人看见，这就……不用再推理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潘大人，没法生活了呀，潘大人！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安心啊。陈三已经被吓破了胆，他的验尸结果不可信，我们还是照着卷宗一一比对吧。伤口位置跟卷宗所述一致，但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又不难看出区别。卷宗上记载的是伤口平整，而这一具血肉模糊，并且它伤口附近是肉色，但卷宗上写的是蓝紫色。这具尸体是伪造的，目的是为了制造惶恐，不让县衙查下去。昨日我追那阿胶，看来也是有人在瞒天过海，浑水摸鱼。你不觉得这样的手段很是熟悉吗？跟在生死方，趁机杀死蔡生小妾是一个路数。不错，看来有人按捺不住了。我们在追他们的同时，他们也在盯着我们。大人，陈三，旁人则罢了，你还是个仵作，不去查验尸体，寻找凶手线索，反到县衙里装神弄鬼。大人，不是小人不查，但这凶手是交神大人，你让小人怎么查？而且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这么做没有半点私心，我都是为了大人和同僚们，不受天谴诅咒，是不是各位？是。大人，陈仵作说的没错啊，这人心不可背，天意不可违。大人，这阿胶案啊，是万万不能再查了，不能再查了，大人。大人，你们说的不无道理，我也在想，若是一意孤行的这么查下去，恐不是良策。唉，大人何故叹息？这话虽如此，可我已对河阳百姓做出了承诺，如今出尔反尔，岂不是自打耳光吗？所以这到底是查还是不查，我心中甚是纠结。不如这样，既然你们都说是天意，那查或不查，我们就让天意来做主。啊！上官芷，去我房里把那100枚铜钱拿来。是，大人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河阳县令潘岳欲彻查阿胶伤人一案，现请示上苍。若铜钱字面全都朝上，则预示此案应当彻查，真凶必将落网。100枚铜钱字面都朝上，这怎么可能嘛？看来潘大人也想放弃了。
这是给自己找台阶下。找台阶都不可能。上官纸，撒。全是字，真的！你看那个，都是字，这里都是字，这全是字，怎么可能？天意如此，潘越明了。所有人听着，若是谁以后胆敢再提恶交扰乱军心，罚俸1月，杖30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上官纸，将这100枚铜钱定在原地，真凶落网，我再来祝祷还愿。大婶儿，今天天这么闷热，来碗冰饮吧。哎呀，这里离河边那么近，我哪有心思吃这个呀？我要不是家里断了米，我才不来这里呢。呀，我先走了。姐姐，你看，冰都快坏了。听说这里的冰饮很好吃，是不是真的？虽然前一日发现了与灯会案死者情况相似的尸体，但无论从作案手法、时机，还有伤口上来说，都有明显的区别。应该是有人故意要干扰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灯会案上。经过这几日的查问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，不妨说说。刘捕快，你先说。是。县衙上下重新排查了死者生前的仇人和过往恩怨，我们认真的、仔细的调查，发现有犯罪嫌疑之人都没有作案时间，有作案时间的都没有作案的条件，即使有动机杀一个人，也没有动机杀那么多人。从犯罪动机上来看，我推测，此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疯子。刘捕快，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！我都替大人不忿，嫌你能耐啊！刘捕快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，只不过严谨来说，凶手可能是神智正常但内心扭曲的人，他可能是为了某种快感或者某种执念而随机杀人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找出死者之间的共性。共性？那大人有什么共性啊？哦，想得明白了，共性就都是河阳人，河阳开山捕鱼遭到天谴，所以，如果说凶手有执念，那他选择在灯会作案，说明灯会对他有特殊的意义。如果对他有意义的不是灯会本身呢？去把去年夏至发生的所有案件都找出来。对呀，如果夏至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的话，那灯会取消了，还是会有很多案子没有被爆出来。然后咱们找到共同点，僻静的小河边，受伤的天突穴，那就可以找到漏网之鱼了。老夫这就去。我怎么觉得上官小姐比我们几个还适合干这行啊？行了，一个女流之辈，她懂什么呀？无非就是擅长揣摩他人的心意罢了。灵儿，大人说要赶工，让后厨做好饭菜，直接送到2堂，然后再多加几个菜，
但是今天吃饭的人多，可能稍微开饭晚一点。反正我没事，我帮你打打下手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会做这些吗？别给我帮倒忙。放心，以前我娘啊做饭的时候，我经常给她打下手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没有啊。大人，开饭了。哎呦，我终于开饭了，饿死我了！快快快，灵儿姑娘做的菜呀，我能吃3碗米饭呢。灵儿姑娘这菜烧的真好。大人，你吃什么？我帮你夹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不吃怎么行？不吃伤怎么好？难不成我还一直照顾你啊？我好不好跟伤有？快吃，吃吃吃。过来，你有没有发现？还有这个，你家公子和我家小姐之间变得有点不一样了。有吗？你天天的，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家公子啊？我挺关心的呀。找到的杀人案一共9桩，但是对死状都没有具体的描写，所以也不知谁是漏网之鱼。大人，这些案子我知道。之前那位县令说，好不容易不开灯会了，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，所以都是草草记录。给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哥哥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这个。给我也来一个。妹妹，给我也来一份。哎，谢谢。楚少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来。前2日害你和3姑娘不愉快，我过意不去，便跟她解释清楚了，还给了她些银两作为补偿，说是你的心意。不过3姑娘并不想白要，所以便包下了整个兵营，正好给大家打打牙祭。哼。啊！过来吧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，多给你加些蜂蜜。客气客气。啊，请再给我1碗。好。尝尝，可甜了。不用了。怎么，堂堂上官家大小姐在县衙当差，还要端茶倒水的伺候大人，这不合适吧？你也说了，上官芷呢是在县衙当差，还不是你银雨楼的少夫人。
少夫人的事我还不急，我相信京城所至，今时为开，终有一日芷儿定会知道，谁才是真正对她好的人。差不多行了。我今日来，除了送兵之外，倒还有件正事。怎么，卓少主还想敲我县衙的名媛果？你这是对我很有成见啊！你要搞什么东西啊？潘大人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嗯。先前贸然状告大人杀妻，是我冒失了，还请见谅。卓少主言重了，有话不妨直说。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县衙要重查灯会案，我银雨楼愿鼎力相助。看来河阳境内还真是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银雨楼啊。那大人与我合作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一桩旧案而已，银雨楼为何会如此上心？既然都说银雨照河阳，有人在我河阳境内搅动风云，我又岂能不过问呢？你说是吧，潘大人？你们聊什么聊这么久？我一心一意想和大人合作，奈何他并不信任我，不领情。查案之事乃县衙之务，就不劳银雨楼费心了。无妨，我此番前来本就是知会一声，无论合作与否，这件事我银雨楼管定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各凭本事吧。不是，是什么合作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芷儿，我要走了，我送我吗？看我做什么？又不是我的朋友，想送便送，不想送便不送。走吧。那我送一下。好。什么？你想查灯会案？怎么，连你也不信我？不是，我当然信你，但潘越同意你插手吗？我要管的事，还轮不到他同不同意。行吧，说不定你插手还能快些结案呢。那是自然，我说过的，一定会帮你查到这幕后真凶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你带冰影和三姑娘过来，你的心意我都领了，但是我现在不是在县衙当差吗？以后什么礼物、兵车呀，就别再带来了。行，你说了算，你是老大。哎呀，咱们上官小姐和卓少主真是蟑螂送礼了，送到麦子黄，难舍难分啊！吃完了吗？吃完了赶紧把碗筷给人还回去，别影响人家做生意。哎，马上。三姑娘，近来生意还好吧？会不会很辛苦？回大人，往年临近夏至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，可自从出了案子，灯会停办，夜里出来走动的人少了，生意反而冷落了。所以，我们也十分期待大人能尽快抓到凶手，让一切恢复正常。姑娘，这个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大人夙夜查案，连去年的案子都查，这个凶手肯定逃不出我们大人的手掌心，嘿嘿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最好不过。双双，快些收拾，让大人好好查案啊！好。三姑娘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跟你的父亲关系如何？就是普通的父女关系，跟别人家的没什么两样。是吗？
是有多大的恨意，会把父亲的名字划成这样？三姑娘，若是有什么内情，还望坦诚相告。潘大人说的没错，我是恨他。为何？这不怪我姐姐，我姐姐是外乡人，因饥荒流落到河阳，说是被我爹收养，其实就是给他干苦力。我爹喜欢喝酒，每次喝完酒就打我，每次都是姐姐护着我。比起姐姐，我更恨他。自从他出事以后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都过去了。大人，你把人姑娘怎么了？哭得梨花带雨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！大人，大人，你找什么？暴力。暴力？没错，暴力。这些死者生前都有过暴力欺凌的行为。暴力欺凌？嗯。我知道了。田华打骂手下，强叔虐待女儿，苛待老母亲的猎户，还有把妻子锁在家里的屠夫。这些人死之后，身边人都以为是阿娇替天行道，因为不想让官府继续追查，所以隐瞒案情。那我们只要在酒庄下这命案中找出有暴力欺凌行为的死者，就可以找到线索了。大人，这应该就是漏网之鱼。读。好。这个案子说的是，在河阳有一个死者，人称八爷，他逼手下的男童、女童行乞，被人发现死在河边的一个僻静路上，情形跟灯会案一致。我知道八爷这个人，他平日作威作福，如果每日小乞丐行讨不到一定的数额，他就会用缠满荆棘的木棍抽打他们。尸体能找到吗？他没有家人，身边只有几个小乞丐，他一死，人就散了。所有人听着，翻遍整个河阳，也要把小乞丐找到。是。少主召见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最近这阿娇闹得人心惶惶，定是有人装神弄鬼。水路和码头都是我们银雨楼的地盘，好好的查一查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在捣鬼。少主，这怎么查呀？好好想想，如果我让你们做一只假娇，你们会怎么做？哎，我知道，这跟端阳街的舞龙相似。找骨头做牙齿，再用兽皮或者桐油布做胶身，然后体内找东西支撑就好。赵堂主说得好，就这么查。百姓说看到阿娇口中的锯齿，查一查屠宰户，他们的骨头都卖给了什么人，每一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还有，听百姓议论，这巨蛟有水，身形似蛇，想必是有关节联动，应该是木笋或者竹片。生手定然是做不出来的，彻查我们河阳所有的木匠，还有篾匠。是。公子，你的伤看起来好很多了。这次啊，真是多亏了上官小姐照顾。大人，找到了吗？乞丐都是居无定所的，时间过了1年多，确实有点困难。再加上很多乞丐都有偷盗的行为，看见我们当差的就躲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偷盗？他们偷了东西，一定会找地方换钱。你去当铺问过吗？哦，大人英明，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小的这就去当铺打听。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还要讨饭。讨什么饭？快！放开我！哎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都站好了！再不听话，打板子了啊！大人，他们都是八爷的人，但是死都不承认。县衙悬赏，请你们帮助查案，你们躲什么？衙门的老爷们什么时候看得上我们这些讨饭的？少骗人了。确实，我是骗了你们。本官现在怀疑，你们几个合起伙来杀了八爷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部关入大牢。是。走。大人，走。放开我！大人，放开我！大人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是我们。那我现在问你们什么，能老实回答了吗？能。八爷的尸体，你们知不知道埋在哪儿呢？知道。好久没回到这种熟悉的地方了。这么害怕，又何必要跟来？人要学会面对自己的恐惧。啊！那是裹尸体的草席，你们小心点，别破坏尸体。小心，你那边先落。多谢大人。启禀大人，死者伤口的位置和深浅，和卷宗记录灯灰案的尸体一模一样。应该是同一手法所为，可还能查出什么别的线索？大人，以我的经验，尸体腐烂的那么严重，大概是找不到什么线索了。你的经验？大人，祖师爷教导我说，验尸是需要时间的。把尸体运回去，给陈武做尸检。是，是大人。把尸体带走。是。大人，我知道刚刚你那样做是让他们别嫌弃我，多谢。你顾全大局保护尸体，他们嫌弃你，是他们不对。其实我倒无所谓，只要我不嫌弃自己就好啦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我说错了？以前的你，可说不出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人是会变的嘛。再说了，大人你也说了，境随心转嘛。可是一个人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真的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雨停了，我给马卸一下梭子。哎，雨停了，我们下去走走。
今天这菜真好吃啊！回来了啊，坐这儿。来吃。谢谢。刚回来？刚回来。去哪儿啦？没去哪儿。哦，刚路过一片果林，公子和小姐摘了一些果子，耽搁了一些时间。公子和小姐去摘果子啦？摘个果子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不懂，你想想，之前他们俩那个关系，那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都难的。后来呢，虽然缓和了一点，却也只是就事论事，丁是丁，卯是卯。那这表面上看呢，是你家公子陪着我家小姐去摘果子，但实际上是我家小姐长久以来的耕耘灌溉，在你家公子的心里开花结果了。你真是想太多了。今日上官小姐为了保护尸体立下功劳，公子怕她饿坏了，就关心了一下，体恤下属而已。更何况是我要卸马梭子才停的车，并非公子本意。你别吃了，还我！我是说，所有的你都别吃了，给我！什么都不懂。怎么还生气了？虽然你生前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可你不该死得不明不白。今天我来帮你，你也得帮帮我，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。伤口与灯会记载一致。奇怪，若是猛兽的咬合，附近骨头一定会有细微的伤痕；若是被尖锐的利器刺入，在颈骨之处应有刺伤，怎么会没有痕迹呢？若非猛兽咬合，普通的刀枪剑戟也不可能有这样奇特的伤痕，除非……陈三，陈三，陈三，你这三脚猫的本领如何做我门徒？谁说话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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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祖师爷，原来是祖师爷在跟我说话。祖师爷莫怪，小弟有眼无珠，小弟有眼无珠，小弟有眼无珠。皮肉有伤，骨无痕，不是恶蛟乃恶人。若想寻迹查真凶，一行凶器便为真。谢谢祖师爷爷，谢谢祖师爷爷。
等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启禀大人，小人昨夜夜里想着大人的嘱托，是左思右想，夜不能寐啊。后来小人把平生所学悉数试了一遍，虽然弄到了深更半夜，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你可真会，终于让我找到问题所在。说重点。是，这个死者的这个伤口是在皮肉上，但是骨头却没有留下任何伤痕。以小的所见的话，造成这种情况，想必是一种异形兵刃。异形兵刃，你具体说说。这祖师爷没说呀，真是一点脑子都不动啊！陈仵作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如果这个凶器的顶端有3根尖刺，两细一粗，两长一短，只要长度能刺破皮肉，但不伤及骨头，那就可以造成灯会死者的伤口模样，是吧，陈仵作？回大人的话，小的平时不习武，所以对上官小姐说的这种，小的无法确认。上官芷，既然你想清楚了，不妨画出来。那我试试啊。上官小姐，你这兵器能不能杀人不知道，用来烤肉应该不错。再消会儿。上官芷，接着说该怎么用。好。这种兵器呢，可能会用作2种用法。如果它正常发力的话，就可以当做寻常的剑使用；但是如果使用巧力，用顶端这3根尖刺，那就可以造成现在的伤口。这3根尖刺，短的可以起到辅助作用，长的可以致命。刺入天突穴的就是这2根长的，上面有锋利的剑棱，所以伤口平整。下面有托，只能刺入2寸，因为刺入不深，所以伤不到骨头。那凶手用这么复杂的东西杀人，有什么必要呢？一个闺阁大小姐，怕是连兵刃都没见过，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。想法是对是错，跟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想驳斥，就拿出更好的推理来。大人，我们是见识浅薄，可是上官小姐这也只是推测。也无法证明是真的呀，这对查案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没见过，那就去找可能见过的人。上官芷，拿着你的画跟我去验证一下。验证？哎，大人，等等我。大人还真信了。这里关着的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，他们中或许有见多识广之辈。大人，你真信我？穷尽所有可能，剩下的那种，哪怕是天方怪谈，也是真相。县衙查案，提供线索者将功补过，减轻刑罚。哎，怎么减轻啊？提供此异形兵刃线索者，重罪轻罚，轻罪释放。这好事不赖啊！
你见过没有？没有见过。你见过？血剑，血剑，你见过？血剑见血封喉，见者无不丧命。我也只是侥幸，才活了下来。究竟怎么回事？15年前，我与几个兄弟盘踞在南边的山上，靠打劫为生，也算小有名气。有一天，我们刚劫持了一个商队，来到城里喝酒庆祝，却不想遇见了一位杀手。一剑取血，以血养剑。以前只是个传说，但那夜我亲眼所见，那人仿佛黑夜里夺取他人性命的无常。那一幕，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也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。我知道是谁，曾经的河阳第一杀手，现在的积善堂堂主顾雍。大人，既然已经查到顾雍，可有发现什么疑点吗？顾雍的吃穿用度十分讲究，每季都会派人去外地大肆采买。这是账本，你看看。这你都拿到啦？嗯。玛瑙、珠玉、侍驴房的鞋子、秀云楼的衣服，好家伙，这规格堪比帝王。一个表面上那么市侩的笑面虎，背地里却做着杀人的生意，过着帝王般的生活。哎，他为什么每样东西都买2件啊？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。按理来说，像他这样的人，连那种杀人的生意都差一点摆到台面上了，他没有理由要装成恶交杀人、故弄玄虚吧？即便有人要杀强叔，也不用雇佣动手吧？看来，得去会一会他。启禀少主，属下查到前日有一木匠失踪，至今音信全无。少主，属下带人把县里所有的圣物购买记录成册了，其中有一个买家甚是奇怪，指明了要肋骨跟腿骨，而且啊，只要牛马的。什么人啊？积善堂。少主。积善堂与我们纠葛颇多，若追查此事，恐怕4大宗族都会牵扯进来。少主三思。积善堂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鬼，你竟然让我忍气吞声！我倒要看看顾雍这个老小子究竟要干什么。大人，我跟您一起去查访积善堂吧，这样咱们还有个照应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为什么？你怕我雍会有危险啊？我说有危险，难道你就不去了吗？我怕你还有别的差事，需要你走一趟。什么差事啊？哎，刘捕快，潘大人说你这边有线索，让我跟进一下，是什么线索啊？之前大人问过我令牌失窃的事儿，让我找到当年负责此事的孙捕头，今天总算找到了。那太好了，走吧。走。雅克居。孙捕头，
刘捕快。这位就是县衙的前任捕头孙芳，这位是上官小姐。哦，上官小姐，我们今天来是想问问，可还记得当年灯会案的证物，那个带有水波纹的令牌，你可还记得？唉，一辈子也忘不了啊！要不是当时丢了那一块令牌，县衙怎么会把我辞退？我又怎么会变成今天的跑堂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详细说说。唉，当时阿胶的传闻闹得人心惶惶，四大宗族也给出了压力，让县衙如期破案，并且给一个交代。我们是没日没夜的查呀，唯一的线索就是这嫌犯掉落在案发现场的一块水波纹令牌。我知道此物重要，一直非常的小心，县衙内外也都加强了戒备。但没想到有天晚上有人来偷令牌，被我发现了，我当即便跟他交起了手。奈何技不如人呐，武功不敌他，被他逃走了。那你还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吗？我记得他当时黑衣蒙面，仅能从他的眉眼和气力判断，他是个年轻男子，而且个子不高。不惜冒险也要偷回令牌，应是真凶所为。年轻男子，不是雇佣，难道是雇佣的手下？卓少主也查到积善堂了。潘大人速度倒也挺快。听闻银雨楼和积善堂是河阳最早的2大势力，想必你们私下交情很深吧？想套话？卓少主多虑了，不过是随便问问。潘大人，请吧。好。失踪人口付银寻人，寻老人者半银，童子1人1银，成年女子1人3银，成年男子1人10银，会武功者100银，有官位者500银。打着寻人的幌子，实为买凶的集市。我也从未进来过，想不到这里面竟是这般光景。等此案了结，我定要查抄积善堂。你银雨楼作为4大宗族之首，到时别横加阻挠啊！你若真有本事，我银雨楼不会插手，绝无二话。2位客官有何需求啊？我想跟你们顾堂主谈一笔大生意。啊，我也有笔大买卖，要找你们顾堂主。好说好说，500两以上的买卖都是我们堂主亲自接待。哟，500两就能见你们顾堂主啊？你们顾堂主毫无架子吗？我们堂主的座右铭就是“有钱不赚非君子”。我刚听闻，官员之价是500两。正是。那好，我要寻一官员。嘿，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失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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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我看这2位这么眼熟啊。你们？那说明啊，适合做生意。啊，也对也对。2位确定是要潘大人的命？是。哎呦，潘大人可贵呀，一口价500两。不问原因？哎，取人性命，无需缘由。500两。哟，直接给金子呀？也好也好啊。
也好也好。我听说季善堂不仅能帮助主顾杀人，还能按照主顾的心意，用任何方式杀人。那是当然，本堂宗旨：杀人取命，消仇除怨，力促天下太平。方式方法呢，刀具斧钺，火烧水淹，抠西挖甘蔗都行。啊，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到的。就是这些花活呢，得加钱。好，那就再加500两。要花活，好好好好好。来，哎呀，对不住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请问想用什么花活呢？能不能让这个潘大人像灯会上的死者一样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在血溅之下呢？哎呀，谁在那儿胡说八道呀？这个血溅跟灯会案哪有关系？老夫封建多年，这些活呢都是弟子干的，我都不会实践了。你是赝品，自然不会。让真正的雇佣出来说话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二位要是不做生意，那我告辞了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河阳第一杀手，一点杀手的警觉都没有。而且他的脚很大，走路却很怪异。我原本以为他有脚疾，可后来无意间，在季善堂外出采买的账本里发现，无论是衣服还是鞋子，都一样买了2份，这便让我起了疑心。说吧，真正的雇佣在哪儿？来人！敢在季善堂撒野，我看看自己长了几个脑袋！拿下！潘大人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卓少主在此，谁敢放肆？潘大人、卓少主，堂主请2位里面说话。顾堂主，久仰了。卓少主，潘大人，终于见面了。所以你这些年，就是拿一个赝品来打发我。顾堂主，你未免太不把我银雨楼放在眼里了吧？我每杀一个人，就至少多一个向我寻仇的仇家，所以这些年，我不是应付你，是每一个傀儡说的话，都是我要说的话。所以你的这些替身，应该都没学过血溅吧？血溅乃我顾家不传之秘。2位来此，我知道什么目的。灯会案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能看看血溅吗？你确定要看血溅？好，我就让你看看。来人，把血溅拿来。
修习血剑之人，需要对人体血脉非常熟悉。一旦剑尖刺破血脉，大量血液会涌入气管，人会窒息而亡。四大宗族都曾关注灯会一案，为何你之前一个字都不说？与我无关之事，我说什么？所以，当你知道我要重开旧案，便伪造恶蛟闹妖，误导县衙。什么灯会啊，恶蛟啊，通通都与我无关。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但是这个要信吧？你的手，10几年前，我被仇家挑了手筋，我就封建了。灯会案发生之后，我也怀疑会有人栽赃于我。我去查看过尸体，伤口是右手所为。我看到尸体的伤口是在天突穴偏左，而且刺入的方向也是从左至右，所以我就猜凶手应该是右手持剑。那顾家还有其他人会血剑吗？独子顾山会，令公子5年前病亡了，此事少主知道吧？确实有所听说。好了，看在卓老当家的份上，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很多了。是我们唐突了，顾堂主，告辞。站住！少主可以走，潘大人，你得留下。积善堂规矩，收钱绝命。真是你要杀他？我反悔了，想暂且留他一命。晚了，血剑一出，必送人命。你再不躲开，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。顾堂主，你不会真的以为卓少主毫无准备就敢来硬闯积善堂吧？您若是再不住手，恐怕下一步就是银雨楼大举进攻积善堂了。你会因为一个外人跟我撕破脸皮吗？顾堂主应该也听说过吧？我是为了一名女子所做的这些。这名女子将来可是要做银雨楼少夫人，你说她是外人还是内人？无稽之谈！顾堂主若是今日非要杀他，先死的必然是我。银两不退，自便吧。告辞。多谢卓少主出手相助啊！有没有看出些什么？说辞无懈可击，定是早就准备好。顾英是凶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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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，放过他！你怎么又乱跑呀？夫人，人家吃药了！顾英是凶手！夫人，快走吧，夫人！顾英是凶手！顾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自从少爷亡故之后，夫人便神志不清，整天的说胡话，
卓少主，不用理会，啊，请。潘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！公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俩怎么凑一块儿了？今天可不是我上赶着，是我们潘大人求着我过来帮忙一起分析案情的。卓少主热心查案，免费劳力，不用岂不浪费？行了，那个不打哑谜了，说点我们能听懂的。如此说来，血溅符合灯会案大部分特征，那个蓝紫色伤口又怎么解释啊？尚未可知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雇佣的右手已废，而凶手用的正是右手，所以雇佣的嫌疑算是排除了。我不太明白，这雇佣本可以不用全盘托出的。难道不是卖你卓少主一个面子啊？你觉得他像是在乎我面子的人吗？还有一种可能，雇佣看似坦白，其实是为了转移注意，掩盖真正的真相。还记得我们走的时候，雇佣的夫人嚷着说，雇佣是凶手。或许他夫人知道些什么。此人疯疯癫癫的，恐怕很难问出些什么。大人，小姐，饭已经好了。走吧，正好我也饿了。那我不是还得给你温壶热酒？哎，你们先去，我换身衣服，随后就到。哦，吃个饭还要换衣服，矫情。公子，真没想到，这上官小姐跟银雨楼少主打得竟如此火热。你觉得卓兰江对上官芷是出于真心？应该是吧，不然他堂堂一个少主，啊，整日出入我们县衙，又尽心尽力的帮咱们查案，说只是为了沾花惹草，那他付出的未免也太多了些吧？这卓兰江看似孟浪，但是号令银雨楼这么多年，绝不是行事轻率之辈。但他刚见面2次就来上门送礼，这其中定有什么蹊跷。什么蹊跷？我要是能想到，那还叫蹊跷吗？哦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对上官小姐的事儿这么上心啊？难不成你真如灵儿所说那样？说什么？跟卓少主一样，也喜欢上官小姐？胡说什么呢？我是县令，他是县衙里的人，凡是县衙的人，我都该关心。哦，也是啊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上官小姐跟卓少主走得很近。要是上官小姐答应他做了帮派夫人，那上官公子啊，肯定接受不了。帮派夫人？我们夫妻俩不过是干一点刀头舔血的小买卖，潘大人何必计较呢？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你要是想在河阳混，那得问问咱们银雨楼答不答应。这潘大人可真大方，我刚为他花了1000两银子，就请我吃这些。喂，你发什么呆？我想去一下那个祭善堂会一会那个封夫人。见他做什么？我师父也是风正，我跟他相处多年，有应对的经验，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。这雇佣家呀，守卫十分之严格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今天是大闹了一番，是打了草又惊了蛇。想混进去，确实是不太容易。
卓少主这么为难，也就是说，你有应对的办法喽？我从后院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了个后门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有办法让你混进去。然后声东击西，避开巡视的弟子，潜入内院。是不是？对。不是吧？你不是会轻功吗？干嘛钻狗洞啊？在聊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在说，我想去夜探祭善堂，想去会一会那个风夫人。你去？我是女子嘛，说不定问那个夫人还方便一点。潘大人，你不会因为我带着你的手下自作主张而生气吧？他在县衙当差，又没卖身给我，想去哪儿想做什么是他的自由。不过我劝你，上官芷的小命，你可得保护好了。我那位兄弟脾气可不太好。那是自然。你们也知道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走雇佣。必须得想个计划能拖住他才行。我去吧，毕竟作为4大宗族之首，我还是有办法拖住他的。好。可是我去了，谁带你进去啊？哎呀，对呀，怎么混进去啊？你们的计划，别算上我。调查祭山堂的机会，潘大人不能袖手旁观放过吧？我把它交给你了，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跟你没完。准确的来说，是我们俩的安全都交到你的手里了。说好一个时辰，绝不会短一刻。我约了小生，完事之后我们老地方见。走吧。默契十足啊。卓少主性格直率，古道热肠，就是雇佣这个事情，他也不顾身份的尴尬，倾力相助，实在是心怀大义。走了。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养狗吗？为何现在如此惧怕？在河阳被狗咬过。那个大人，你轻功进去吧，我就这里进去，咱们里面会合啊。你还真是范蠡狗动玉文种，颇有先贤之风啊。那不是为了查案能屈能伸吗？看，殊途同归吧。你在这儿。堂主，卓少主求见。不见，我推脱了，说您不在，可他赖着不走，说是有关系到4大宗族生死存亡的大事，找您商量。把你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把那东西给他收走。夫人，您快喝吧，这是最后一碗了。我不喝有毒，这是堂主吩咐的。你要是不喝的话，我会被埋进后花园的。喝吧。看来风夫人的疯病是雇佣下药所致。
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反应更真实。我们看看。他在捏什么呢？他在做饭呢。做饭？而且应该是给他很在乎的一个人做饭。你看他满足的表情。顾堂主大人有大量，绝不会闭门不见我。少主深夜前来，是对白天的答案不满意啊，还是没打够？唉，别提白天的事了，就是因为唐突了顾堂主，我们烟云楼的老人是连着法儿的劝我，说我不该搞不清楚什么是亲疏远近，得罪了顾堂主，我是越想越难安，非得上门来赔个不是。无论怎么说，我都是晚辈，可不能因此影响了积善堂和烟云楼的关系啊。你说的事关4大宗族的大事，就是这个呀？咱们两家在河阳也是数1数2，若是不和，那岂不是祸起萧墙，自乱阵脚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提也罢。顾堂主果真是大人有大量啊！可我身为晚辈，岂能不识好歹？我连夜来到积善堂，就是真心为了道歉。阿福，我知道顾堂主凡事皆有讲究。喏，这是我私藏的文君酿。本来啊，我是想着我大婚之日喝的。今日为了顾堂主，我杯酒请罪。没有这个必要。顾堂主，这杯敬酒，不喝不好吧？哎，夫人，您怎么又来后花园了？哎，夫人，堂主知道又该骂你了。夫人，不回去。夫人，小心点。哎呦，您慢点，您慢点。哎，夫人，您慢点，您慢点。我不回去。这不就是个花园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不是应该有个门打开吗？画本里都这么写的呀。在这儿。走。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像是个地牢。
慢点。你看这儿。 这痕迹和登幻死者的伤口一模一样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脚扭了。来，灯给我。铁链都能挣脱，难道真的是阿胶？ 贤侄啊，看在这杯酒的面子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：跟县衙纠缠不清，将来祸事不少。顾堂主说的是，我今日前来与顾堂主喝酒，就是为了提醒一句：若是季善堂真的与那灯会杀人案有所牵连，一定要告知于小侄。 若是被那潘越先行查到，可就晚了。看来你还是怀疑我与灯会案有关。不是怀疑，现下只有你我二人，我想听听叔父是否有别的隐情。没有隐情。白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季善堂做的是生死买卖，收钱取命。我还要什么阿胶来打幌子吗？ 当真？好，既然叔父都这么说了，我便这么信了。既然此事与季善堂无关，那小侄便放手去查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就不留你了。送客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事。今日前来，我还有一点私心。嗯？什么私心？是关于我父亲。 不管这里曾见关的是什么，只怕现在已经逃走了。灯给我。你看这儿，这像是手掌印。 看来不是阿胶，是人。他被绑在铁链上，他疯狂挣扎，不断在地面抓出血痕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挣断铁链逃了出去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 你娘就是因为生了你这个小杂种，才受回上吊的。就是小杂种，小杂种，快走！怎么了，大人？大人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大人。 他难道是？潘越怎么还不来呀？都说好了一起去桃林放风筝的。松手！哟，潘越，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别走啊！我们的事儿还没结束呢。姓潘的，你神气什么呀？你不过就是个小杂种。司马亮，
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才没有胡说八道呢！你们说，他从头到脚哪一点像他爹的？你娘就是因为生了你这个小杂种，才凶魂上吊的。让你别死！潘越，你松手！潘越，你松手！他死了！潘越，你松手！知道你给我捅了多大的篓子吗？我没错，是他先骂我娘的，他该打。冥顽不灵！再问你错没错？没错。错没错？我没错。潘越，是我。起来，先起来。潘越，你还记得你教我的那首童谣吗？你说你害怕的时候唱它就不害怕了。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。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，金豆掉了3大倍，天亮碰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腿。看着我，潘越，看着我。没事，看着我。没事，别紧张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深呼吸。